我爸捡了一头会说话的熊，当晚他就中了500万。我爸连忙把熊关进笼子里，供为熊大仙。只有我看到，在深夜，他看着爸爸和弟弟的背影，口水滴答。小眼睛可真好闻，吃起来肉一定很嫩。我心里十分害怕，跑到主屋里，苦苦哀求爸爸把熊给扔了。丧门星，你胡说什么？爸爸瞪着一双虎目，恶狠狠地给了我一巴掌。你以后再敢说这样的话，坏我王家的福运，我就把你按进尿桶里。我被打得眼冒金星，趴在地上半天起不来。我爸却没好气地命令我，还躺在地上偷什么懒？赶紧去给他喂饭！我不敢反抗，连忙爬起来，拖着一瘸一拐的腿地把生鸡肉端到他面前。熊却张着獠牙的嘴，口水滴答地看着我，贪婪无比。可隔着笼子，他只能拿着生鸡肉啃。好闺女，好白嫩的闺女。他的獠牙沾满了肉丝，漆黑的眸子满是贪念。给我闻闻你的手吧，你放心，我不吃人的。我害怕地缩回手，迅速地把盘子从笼子里抽了回来。等我回到餐桌时，爸爸和弟弟已经吃完了饭，连1粒米都没有给我留下。只有旺财从角落叼来一个满是灰的水煮蛋，对着我哼哼了几声。我小心翼翼地看了爸爸一眼，见他没什么反应，才连忙捡起鸡蛋，狼吞虎咽地下了肚。就在这时，隔壁的李叔推开了房门，看见我蹲在地上，对着我爸笑嘻嘻：“王成啊，你儿子这童养媳可真听话啊，让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从来不多半句嘴，不像我家那个成天就闹着要死要活。要不是我砍了他一只手，他还不肯听话呢。不过也浪费了，砍了手就做不了多少农活了，卖得亏了。”哈哈，这只女猪骡倒算是听话，刚来的时候也要打，不打服也是不听话的。你也别丧气，多了手算什么，能生就可以啊。女猪骡的作用不就是养大了让它传宗接代吗？剁掉双手双脚都不妨碍它生的，不会亏的。嘿嘿，王成你说的没错啊，是这个道理。我麻木地跟在爸爸背后，老老实实地插秧。回到家，我给累了一天的爸爸倒水喝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坏了！爸爸吓得鞋也不穿了，直直奔向后院。那是关熊的地方，我跟在后面。不一会儿，就听到了弟弟拍着手在嘎嘎笑。爸爸，你果然来了，这还是熊大仙教我的，说我这样一喊，爸爸肯定会马上过来。听到弟弟的解释，爸爸非但不生气，还摸着弟弟的头骄傲道：“我儿子就是聪明，还知道怎么骗人，以后多向你熊叔学点本事，爸爸可就有福享了。”刚夸完弟弟，爸爸回过身，恶狠狠瞪着我：“赔钱货，好好照顾弟弟，不然我打死你！”弟弟在一旁朝我吐口水，拍着手一直笑：“赔钱货，赔钱货！”我捂着受伤的脸，垂下了眸子。熊大仙开始骗弟弟玩狼来了的游戏了，他的伤莫不是快要好了吧？最近熊大仙吃的越来越多了，爸爸有些头疼。之前因为熊大仙受了伤，吃的不多，他偶尔进山几个月，打的东西勉强够熊大仙吃。现在熊大仙吃的太多了，他只能花自己存款跟村里人买鸡，可他的存款终究是有限的，于是他动了把熊大仙放回山里的想法。我得买点麻醉剂，这熊大仙可不好弄走。可过了几天，爸爸从镇子里回来时，绝口不提麻醉剂，也不再提把熊大仙送走的事情。爸爸喜滋滋地将2大盘生牛羊肉送进熊大仙的笼子里，然后在外面磕头大拜。熊大仙显灵了，熊大仙显灵，我又发财了。原来我爸有买彩票的习惯，昨夜他梦见熊大仙给他托梦，梦里给了他一串数字，隔天他去镇子上买彩票时就中了10万块，喜得他当场就买了60斤牛羊肉，要端到熊大仙的笼子里供奉他。熊大仙，您可真神了，这些肉都是供奉给您的，让我再中个奖100万，哦不，1000万，让我中1个亿吧。只要我发达了，我就给熊大仙建个金笼子，给您买最贵的肉吃。熊大仙啃着肉，盯着我和弟弟，口水流个不停，像是在嘿嘿嘿的笑。见此，我再次向爸爸求情：“爸爸，熊大仙昨天舔弟弟的手了，他让弟弟把头伸进笼子里，我看了好害怕。爸爸，你把熊大仙送走好不好？”爸爸凶神恶煞地看向我：“你懂什么？熊大仙会给我带来财运，熊大仙舔小宝那是有灵性，他是在庇佑小宝，亲近小宝。你一个丧门星，是不是嫉妒你弟弟得到了熊大仙的喜欢？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小宝又怎么会是你能比的？”我抱着头，蜷着身子在地上，一声都不敢再出。其实那熊大仙也叫我把头伸进去给他舔一舔的，只是我不愿意，只有弟弟无知无畏地照做了。而熊大仙舔完弟弟的头后，看着我露出了一个充满恶意的笑：“快了，快了！”我被看得汗毛直立，晚上在床上翻来覆去，怎么也睡不着。就在我百思不得其解到底是什么快乐的时候，我的目光透过房间的破窗，看见了令人胆寒的一幕。熊大仙人立而起，熊爪拿着一根铁丝，轻巧地撬开了笼子的锁，与我四目相对。我几乎要尖叫出声，可关键时刻，我捂住了自己的嘴，将自己裹在被子里，缩在角落。不一会儿，院子里传来一阵厚重的脚步声，就好像熊大仙在逡巡自己的领地。我瑟瑟发抖，竟不知什么时候昏睡了过去。第二天醒来，熊大仙的笼子竟然还是好好的，我以为是自己做了噩梦。直到村长突然召集所有人集合，村里又有小孩失踪了，这已经是本月的第8个孩子，肯定是有野兽藏进村子，叼走了小孩。我们今天必须把这野兽给抓了，保护村里的安全。于是村民们举着火把，开始挨家挨户的搜村，将村里差不多翻了个底朝天。搜到我家时，爸爸的脸色很不自然，他私藏熊大仙的事情没有告诉村里任何人。
爸爸本来是拦着村民不让进的，可村民们偷偷跑进了我家后院。村长，你快来啊，这里有头熊。熊在哪儿呢？村长推开我爸就往后院里闯。笼子里有头大黑熊。一群人围在了笼子旁。王成啊，你后院怎么偷偷养了一头熊？这段时间村里小孩接连被吃，是不是他干的？冤枉啊，村长！我爸拍着大腿直叫屈。这熊我锁着呢，锁得好好的，怎么可能跑出去吃人啊？众人定睛一看，那笼子上的锁头果然完好无缺，确实像我爸说的那样一直锁着的。村长紧皱的眉才放下。那你也不能背着我们偷偷在自家养熊啊，这可是只野兽，万一它发起狂来。我爸嘿嘿地对着村长讨好的笑。村长你不知道，这熊啊是我在山里捡的，它受了很重的伤，我看它挺通人性的，就把它带回家。我就打算等着熊养好伤了就给它放生的，我就是好心。你好心？村长眯着眼睛看了我爸一眼，然后又意味不明地扫我一眼，嗤笑一声。快别蒙人了，你是不是打算把这熊养好了活剥卖钱去？这熊掌和熊心以及那熊皮都是值钱的。哪能呢，村长，我不是这样的人，您听我说。我爸扯着村长这些人往院外边走，边说话，走的时候还紧张地看了一眼熊大仙，生怕熊大仙生气似的。我知道我爸为什么这样，他昨天去买彩票又中了30万，这回正怕熊大仙生气，就不会给他财运了。我看着他们一群人远去了，也慢慢的后退。熊大仙冲我和弟弟以及那群远去的人露出了一个眼冒红光的狞笑。快了，嘿嘿！那一刻，我差点以为这不是一只熊，而是一个人，这可真让人害怕。村人查过我家的熊后，又去山脚转了几圈，他们发现了有野兽的脚印，纷纷说这野兽也许逃回了山上。大家都以为吃小孩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，可好景不长，又有小孩失踪了。村民们从丢了娃的村民家中走出来，纷纷气愤不已。这该死的野兽怎么这么狡猾，专吃小孩，等我抓到它，一定要把它大卸8块，扔油锅里炸。咦，你们看这是什么？哎，有个年轻后生指着路旁吃惊地说，像是血，该不会是野兽叼着孩子逃跑时留下的痕迹吧？追上去看看。他们一路追，一路找，又找到了山脚下的我家。写到了这里就断了。王成，你开门，快开门！来了。我爸提着一只刚抹了脖子的鸡出现在村民面前。王成，你在杀鸡啊？是啊，小宝闹着要吃鸡肉，我就给他杀了一只，正准备扔沸水里褪毛呢。你家那头熊还关着吗？村长忍不住问。我爸嘿嘿的笑。关着的，不信你们进来看看。村长想了想，还是进来了。村民们围着笼子转了好几圈，都没发现什么异常。熊大仙老老实实的窝在笼子里，一动不动的。王成啊，你这只熊的伤看起来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什么时候把它送走啊？我爸挠着头，一脸老实相。村长，你放心，我就打算这几天把熊给放了，不会出什么事情的，一切包在我身上。村长和爸爸一群人走后，我才敢从角落里探出头来，偷偷看熊大仙。熊大仙嘴里又在咯吱咯吱嚼骨头了，可明明我爸给熊大仙猎的肉是没有骨头的纯肉啊。因为村里的小孩总是失踪不见，村里好些有小孩的人都搬到城里去了，村里的小孩能走的几乎都走了。村民说，等到野兽发现没有小孩了，他们再把小孩们接回来。可是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，村里的独居老人也开始被吃了。等村民发现的时候，这些老人脑子里的脑花都被吃干净了。还挺挑食，不是嫩的不吃。我爸笑嘻嘻地说，丝毫没有发现村里只有我家有年轻人了。我开始整夜地盯着熊大仙，因为我知道他快要忍不住了，他要开始吃我家香喷喷的弟弟和我了。他很馋年轻人，非常馋，吃老人的脑子只能让他勉强填个胃口，只有年轻人才是他的最爱。雪越来越大了，村里的人也越来越少了。漆黑的夜晚，没有任何人会在外面走动。爸把大门锁上了，这么冷的天气，他也不想出门，更不想别人来我家串门。他喝了酒，睡死在炕上，弟弟就睡在他脚边。后半夜，我仿佛预料到了什么，突然睁开了眼，是熊大仙。他把兽头抵在窗户上，一双泛着红光的兽瞳正在窗外热烈地注视着我。好囡囡，把窗户打开。熊大仙冲我张开了獠牙，我噌的一下跳了起来，快速退到床下。丫头，快把窗户打开！熊大仙低沉地吼着，兽瞳里的红光越发诡异。我使劲地摇着头，不断后退。嘿嘿，熊大仙撞了一下我的窗户，发出砰的巨响。丫头，你快把窗开开，我是熊大仙啊，会给你带来好运的。熊大仙冲我露出了黄色的獠牙，咸水泛滥。我还是后退，手已经放在门把子上了。死丫头，快开窗，不然我现在就吃了你！我拉开门，快速地跑出了房间。吼！熊大仙一声怒吼，直接撞碎了玻璃窗，破窗而入。黑沉沉的野兽从我房间钻了出来，张着血盆大口向我吞噬而来。我反应极其快，一下子窜上了最高最粗的那根房梁。熊大仙在下面人力而起，不住够我的小细腿，想要把我扯下来。我把自己缩得紧紧的，像只小耗子一样，牢牢地扒住房梁。丫头，大晚上的你不睡觉，跑到上面去干什么？乖乖，你下来，熊大仙抱你回去睡觉。人力而起的熊大仙简直不像是只野兽了，更像是一个人。
我一声不吭，扒住房梁一动不动。你不下来，那我去找你爸和你弟了。闻言，我身子忍不住抖了下，可我还是没下来。养不熟的白眼狼啊！熊大仙嘿嘿的笑，他往大屋那边去了，身影消失不见。我忍不住动了动小腿，因为脚有些麻了。吼！一团巨大的兽影突然扑了上来，它窜得很高，我甚至能感受它嘴里的那股子血腥气，我吓得心脏差点骤停。熊大仙竟然还没走。丫头，你可真是不乖，不想下来的话就别下来了。熊大仙恶狠狠地看着我，他还是没能扑到我，因为我刚才没有把腿伸下去，但凡我伸下去几公分，他就能抓到我了。嘿嘿，我去找你爸爸和弟弟了。熊大仙这下是真的走了，他往大屋那边去了。我将眼睛睁得大大的，扒在房梁上一动不敢动，直到大屋里传来一声尖嚎：“爸爸，有东西在咬我的耳朵。”我爸那里没有开灯，他迷迷糊糊的应声：“小宝，是老鼠吧？你打跑它就行了。”爸爸，有东西在吃我的鼻子。都说了是老鼠了，你打它一巴掌，它不就吓跑了吗？我爸喝了点酒，正是好睡的时候，被小宝吵醒了，他有些不耐烦：“爸爸，有东西在吃我的头。”你还有没完没完？我爸骂骂咧咧地爬起来去开了灯，扭头去看儿子，他差点没有被吓疯，因为他看见一只黑熊正捧着他儿子的脑子吃得津津有味，弟弟只剩下一张嘴在艰难地蠕动着，喊着：“爸爸，爸爸，我好疼！”熊大仙，不！我爸冲了过去，要把熊大仙拉开。吼！熊大仙发出嗜血愤怒的叫声：“你儿子怎么了？你不是要发财吗？我给你财了！”不可以，你不可以，这是我唯一的儿子，你不能吃他，快把我儿子吐出来！我爸撕心裂肺地哭嚎着，可回应他的是熊大仙越啃越带劲的声音：咔嚓咔嚓，咔嚓咔嚓。我要杀了你！爸举起墙上的猎枪，拉开保险栓，发出一声爆响。与此同时，趴在房梁上的我心里突然一动，我飞速从梁上滑了下来。我从熊大仙破窗而入的地方跳了出去，刚落地，旺财就在我脚边着急地转个不停。我赶紧去拉大门，可是拉不开。我爸平时没有锁门的习惯，可偏偏今晚他锁了门，钥匙在他身上，我根本就出不去。旺财撒娇似的扯了扯我的裤腿，我低头往下看，旺财扭头就直奔墙角去了。电光火石间，我突然想起来，墙角是有个狗洞的，狗洞不大，但足够我爬出去了。这些年我只长身高不长肉，瘦得跟条竹竿似的，比旺财重不到哪里去。屋内传来我爸的痛嚎声，以及野兽啃食骨头的声音。我脸一白，赶紧钻进墙角的那个狗洞。猴丫头，你想跑？熊大仙突然出现在狗洞旁，刚好我还有一只脚没能抽出来。被他这么一下，我立马抽出了脚，让熊大仙扑个空。猴丫头，你要去哪里啊？你爸爸和弟弟都在这里啊！别跑了，你们一起团圆吧。熊大仙将头颅从狗洞伸了出来，血红的眼睛紧紧盯着我。回应他的则是我狠狠的一锄头。救命啊！熊吃人了！我挨家挨户的敲门拍门，可是没有几个人从这寒冷的冬夜里醒来。我有预感，那只熊迟早会追上来的。那道铁门困不住它，于是我带着旺财跑进了村长的院子里。村长，熊吃人了！我使劲的敲门，还是没人应。害怕和恐惧已经牢牢抓住了我的心神，我感觉那只熊马上就要追来了。旺财突然咬住了我的裤腿，把我往屋后面拉。屋后面，我突然想起来，屋后面是有窗户的，会不会有窗户没关？跟着旺财往屋后绕了一圈，果然有个窗户没关。旺财把我顶了上去，然后他就跑走了。我跑进了村长的屋子里。村长的家屋子很多，我从来没有进来过。屋子很黑，没有开灯，我只能靠摸索。我突然摸到一只冰冷的手，我吓了一大跳，连滚带爬的撞倒了桌子，玻璃茶杯碎了一地，发出了巨大的声响。屋子的灯光突然打开了，村长拿着土枪，面无表情地站在那里。王成家的童养媳，你大半夜跑到我家里干什么？我吓得说不出话来，因为现在在我面前除了村长，还有6、7个铁笼子，笼子里关满了人，全都是和我一样的女孩子，只是她们都表情呆滞，两眼无神地看着我身后的白墙。我原先碰到的那只冰冷的手的主人也是一个女孩子，她正衣衫不整地躺在冰冷的地上，无声无息的，她已经死了。说话！村长不耐烦地对我举起了枪，我哆嗦着。熊吃人！什么？话音刚落，玻璃窗就被一把拍碎，一个漆黑狰狞的熊头探了进来。熊大仙红着眼睛，张着满是血水的嘴。丫头，你可让我好找！回应他的是一声枪鸣。王成呢？王成这该死的家伙，竟然真的养了一只吃人的熊。死了，爸爸和弟弟都被吃了。我恐惧万分地爬到笼子背后，枪没有打中熊，熊反而跃了进来。熊大仙冲着村长嘿嘿地笑，村长接连扣动扳机，竟然没有一发是命中熊大仙的。熊大仙狂吼一声，向村长扑了过去。接连几声枪响，村长终于命中了熊，可他的右手连带枪也被熊扯了下来。村长捂着断臂，痛得满地打滚。熊大仙被击中了心脏，也痛得红着眼睛乱撞乱咬。我躲在铁笼子背后，和一群少女们一起瑟瑟发抖。村长的枪滚落到死去的那个少女手边，然后我就又听见了几声枪响。什么声音？快出去看看，出大事了！枪响终于引起了村民的警觉。此时天已经亮了。等村民们撞开村长家的门，映入眼帘的就是村长已经僵直了的身体。
熊，这是王成养的那只熊，是熊杀了村长。有个村民眼尖，看到缩在墙角不断舔舐着伤口的熊大仙。你们看，村长的手臂被咬了下来，是熊干的，是这只熊干的。村民们对地上已经死去的村长和少女视而不见，更是对着6、7个铁笼子关的活人无动于衷。他们都在讨论怎么处置这个熊。吃人的熊得杀，野兽吃了人就不能让它活了，它吃人会上瘾的。可熊不是国家保护动物吗？嚯，这穷山僻野的，只要我们不说出去，谁知道我们弄死了一头保护动物？熊的尸体好办，那村长的呢？他这样死了，万一引起别人的注意了怎么办？那这群小猪妹呢？怎么处理？在这之前可都是村长一个人的私产。终于有人把目光看向我和笼子里的少女了。把他们都平均分了，要是不听话，就埋在院子里当树肥。笼子被一个个打开，里面的少女像条死狗一样被一个个拖了出来。我家的弱智儿子还没有老婆，我先挑一个，给我留一个好看点的。我家那婆娘前日被我埋进了院子里，我炕上还缺一个暖床的。我来料理料理这头熊，那身熊皮油光水滑，我要了。有人举着土枪向墙角的黑熊走去，黝黑的枪口对准那熊。熊大仙冲那人咧开满是碎肉的獠牙，村民朝着熊血红的眼珠子扣动扳机。在村民扣动扳机的一刹那，熊大仙不舔伤口了，反而咆哮着向他扑来。他是装的，他还有劲儿。被熊大仙咬住脖子的刹那间，村民发出最后一声惊呼：快，一起开枪，射死他！密集的枪声响起，然而是熊大仙皮粗肉厚，也被射成了一个筛子。村民看着那熊破破烂烂的倒下去，纷纷哈哈大笑起来。该死的熊瞎子，吃了我们那么多崽子，还浪费我们那么多土药，非得将你剥皮抽筋不可。里面的人放下你们手中的枪。村民们惊讶地发现，不知何时村长家竟然围满了帽子。是谁报的警？村民们拿着土枪慌乱地往后退，可这没有用的，因为他们已经全部被包围了。林警官将被拐卖的少女们送上了医护车，他们有的被毒打，有的被灌药，有的已经精神失常。我跟旺财一起蹲在路边，看帽子们挨家挨户地刨土坑。村子里的每户人家都爱种树，许是肥料充足的原因，这些树都生得格外高大。这个村子所有的人手上都沾满了无辜之人的鲜血。林警官走到我面前：小妹妹，你还记得你的家在哪里吗？我木讷地摇了摇头，不说话。那你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吗？我还是摇头不说话。那你记得你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吗？难道真是个孤儿？看来那些村民说的没错，这孩子八成是被王成从外面捡回来的。我看不像。一个发顶稀疏的中年男人也蹲了下来，采集一下他的 DNA， 看看数据库里能不能匹配到他的亲属。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，我被送往了市医院接受治疗，人山村的事情也暂时告一段落。直到10天后，林警官气喘吁吁地跑到医院告诉我，我的亲人都找到了。他带我来到一处公墓。李默，你的父母哥哥都已经死了。林警官看着我，面露不忍。他对我讲了一个快被我遗忘了的故事。我叫李默，本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。王成潜入我家那天，正好下着暴雨，他残忍杀害了我的亲生父母还有哥哥，只留下目睹这惨案的我。我那年才10岁，被王成迷晕了一路带进了人山村，给他那有智力障碍的儿子当媳妇。从此我被王成当成佣人，当成奴隶使唤了9年。如今我19岁，身子瘦得跟竹竿似的，还不如一个11、2岁的孩子有肉。李默，想哭就哭出来吧，毕竟这些都是你在这世上的亲人。我红着眼眶，定定地看着墓碑上的照片，眼泪大颗大颗的无声落下。李默，看开些，以后你的日子还长着呢。是啊，我应该看开些，最大的仇人已经死绝了。这个世上真的有会说人话的熊吗？第一个发现熊大仙的人其实是我，我曾在后山见过他将熊剥皮后穿在自己身上。他披着熊皮的壳子，欺骗了世人。复仇路上，我们向来是默契的同行者。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像王成那样的人，还有像人山村那样的地方，我不介意做下一只熊。熟悉的声音在耳边炸响，带着一丝焦急和温柔。我猛地睁开眼，入目不是人山村那四面漏风的土墙，也不是王成那张满是横肉的脸，而是妈妈徐兰那张年轻温婉的脸。她穿着一件碎花连衣裙，正站在床边，手里还拿着一件我的小外套。窗外蝉鸣聒噪，阳光刺眼的让人想流泪。怎么了，小莫？做噩梦了？脸怎么这么白？妈妈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，手心温热。我浑身僵硬，像是被雷劈中了一样。我颤抖着抬起手，看着自己的手掌，细嫩白皙，没有冻疮，没有镰刀割出的口子，更没有那一层厚厚的老茧。这是10岁的我的手。妈，哎，妈妈在呢。妈妈坐到床边，把我抱进怀里，闻着她身上淡淡的雪花膏味道，我终于确信我重生了。重生在了王成那个恶魔挥着斧头闯进我家的这一天，也是暴雨将至的这一天。上一世，这一天是我人生的分水岭。爸爸李海在书房画图，哥哥李奇在客厅打游戏，我在卧室睡觉。王成撬开了门锁，拿着斧头像杀神一样冲了进来。他先杀了爸爸，又杀了刚进门的哥哥，最后迷晕了我。这一次绝不可能。大哥，我从床上弹起来，鞋子都顾不上穿，光着脚就往客厅冲。怎么了这是？火烧屁股了？哥哥李奇嘴里叼着冰棍，从冰箱里走出来，一脸戏谑地看着我。爸爸也从书房探出头来，推了推眼镜。小莫，慢点跑，别摔着。
看着活生生的他们，我的眼泪瞬间决堤。爸，哥，快锁门！有坏人，有坏人要来杀我们！我扑过去，死死地抱住爸爸的大腿，指甲几乎掐进他的肉里。坏人？爸爸愣了一下，随即笑了。小莫是不是鬼片看多了？哪有什么坏人？真的，真的，他拿着斧头，他会杀了我们的。我声嘶力竭地吼道。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了轻微的脚步声，很轻，但在安静的屋子里显得格外清晰。那是皮鞋踩在老旧楼梯上的声音。上一世，我就是被这个声音惊醒，然后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迷晕了。爸爸的笑容凝固在脸上，他是个敏感的人，显然也听到了不对劲。老李，去看看。哥哥收起了嬉皮笑脸，把我护在身后，顺手抄起了茶几上的水果刀。爸爸走到门口，透过猫眼往外看，下一秒他脸色大变，猛地回头。快，报警！真的有人敲门！咔嚓，门锁发出一声脆响，被撬开了。王成那张狰狞的脸出现在门口，手里高高举着斧头。去死吧！快跑，带小莫跑！哥哥李奇大吼一声，并没有退缩，而是猛地将手里的果盘砸了过去，紧接着整个人像豹子一样扑了上去。这一幕和上一世完全不同，上一世哥哥是被偷袭砍死的，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。但这一次，哥哥先发制人，果盘砸在王成脸上，瓷片四溅，划破了他的眼睛。王成惨叫一声，斧头偏了方向，砍在了门框上。哥哥趁机撞进他怀里，两人扭打在一起，滚到了地上。哥哥死死咬住王成的手腕，冲着爸爸大喊。爸爸没有跑，他红着眼，抄起了墙角的高尔夫球杆，对着王成的脑袋狠狠砸了下去。砰！王成闷哼一声，脑袋开花。但他毕竟是个成年壮汉，而且心狠手辣，他一脚踹开哥哥，反手抓住了爸爸的脚踝，把他拽倒在地，举起斧头就要砍。爸爸！我尖叫着，举起手里的花瓶，用尽全身力气砸向王成的太阳穴。虽然现在身体只有10岁，但恨意让我爆发了惊人的力量。花瓶碎裂，王成动作一滞，昏死过去。帽子来得很快，看着王成被抬走，看着帽子在他身上搜出迷药、绳索和斧头，妈妈抱着我和哥哥哭得几乎昏厥。爸爸坐在地上，手还在发抖，但他紧紧地抱着我们。没事了，没事了。我把头埋在妈妈怀里，看着地上的血迹，那不是我们的血，真好，这辈子真好。后来的事情很顺利，帽子查出王成是个流窜的杀人犯，身上背着好几条人命，正准备潜逃。路过我们小区时见财起意，因为我们是正当防卫，甚至还受到了表彰。但我知道事情还没完，人山村还在，那个吃人的村子还在。如果不把那个村子端掉，还会有下一个王成，还会有下一个受害者。可是我现在太小了，我只是个10岁的孩子，我说的话没人会信。我需要长大，我需要力量。时间一晃就是10年，我10岁了。时间一晃就是10年，我20岁了。这10年里，我们家搬离了原来的城市，改了名，甚至改了户籍，彻底切断了和过去的联系。但我一直在暗中关注着新闻，关于人山村的新闻。上一世，人山村是在我11岁那年被警方端掉的，但这一世，因为王成早进去了，那个村子依然隐藏在深山之中，继续着罪恶的勾当。最近新闻里开始报道山区有儿童失踪案，我知道时候到了。我用自己攒的压岁钱买了一部2手手机，办了一张不记名的卡。我开始在网上发帖，不是直接举报，而是用一种隐晦的方式。我编造了一个关于会说话的熊的故事，不仅详细描述了人山村的地理位置特征以及村里的一些习俗，生了儿子要去后山拜祭，比如家里养狗却从不给狗吃饱。然后我把这些帖子转发给了那个著名的打拐帽子林峰，也就是上一世救了我的林警官。这一世他还是个小骗警，但我知道他的能力。做完这一切，我坐在书桌前，看着窗外的月光。小莫还在复习呢，早点睡。现在的哥哥是警校的一名大二学生，阳光帅气，充满了正义感。哥，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很坏的人，你会怎么做？那就抓了他们。如果法律制裁不了，那就用拳头。哥哥放下牛奶，认真地想了想，他揉了揉我的头发。怎么了？是不是看侦探小说看魔怔了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有哥哥在真好。我笑了，眼睛弯成了月牙。1个月后，一则震惊全国的新闻爆发了：深山拐卖村覆灭，解救被困少女20余人。新闻画面里，林警官满脸胡茬，眼神却亮得惊人，正在接受采访。而在被解救的人群中，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是那个上一世在笼子里死去的女孩。这一世，她活下来了。新闻最后，记者提到，据说这次破案的关键是一封神秘的举报信，信里详细描述了村里的布局，甚至还提到了村长家地下室的机关。对了，还有一件怪事，警方进村的时候，在后山发现了一头死去的棕熊，那熊的尸体旁有一套被撕烂的人穿的衣服。我关掉电视，深吸了一口气，罪恶终于被斩断了根。几年后，我考上了大学，毕业那天，爸爸妈妈和哥哥都来了。阳光下，爸爸的头发有些花白，妈妈依然温柔，哥哥早已毕业，英姿飒爽。我穿着学士服，笑得灿烂。我想，这才是真正的结局。上一世的仇恨就让它烂在泥土里吧。这一世，我要做守护光明的人。